大家好，本期视频想和大家探讨一下香港的就业现状。香港目前的失业率大约维持在 3.8% 左右，这在经济学上通常被视为充分就业。但是，香港的低失业率其实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它并不代表香港经济繁荣或就业质量高，反而掩盖了劳动力市场正在萎缩和产业结构失衡的严峻现实。香港目前的低失业率是由劳动人口的减少以及移民和老龄化造成的，而非经济扩张带来的。如果就业情况真的非常好，那么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工资应该大幅上涨，且涨幅应超过通胀。但现实并非完全如此，虽然部分行业名义工资上涨了，但香港的物价、房租、交通成本也在增加。对于打工者来说，虽然找份工作糊口不难，但要找到一份能买房、能存钱、有前景的工作依然难如登天。这种低失业率并没有转化为市民的幸福感，因此2025年香港就业市场呈现出一种诡异现状，那就是宏观数据很漂亮，但微观体感很冰冷。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香港经济是金融加地产的双轮驱动，但这个经济引擎正在熄火，贸易和物流作为传统支柱正在被边缘化，而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作为新引擎尚处于点火阶段，远未形成规模效应。我们先来看金融和地产行业，香港是一个高度垂直整合的经济体，金融和地产处于食物链的最顶端。他们虽然直接雇佣的人数不多，但他们是香港经济的心脏和造血机器。金融和地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周围寄生着庞大的专业服务业，也养活了香港庞大的中产阶级。在政府的财政收入层面，香港政府税率低，政府靠什么养活17万公务员，支付庞大的医疗和教育开支呢？在以往，政府通过拍卖土地获得巨额收入，通过股票交易收取印花税。经济好和股市楼市旺时，政府付的流油；经济差时，赤字会迅速扩大。过去政府习惯了每年有1000多亿的卖地收入，并以此来规划经常性开支，如医疗和福利、公务员薪资等。当这笔钱突然消失，而开支却降不下来时，巨额财政赤字就不可避免了。卖地收入占政府收入 20% 以上的黄金时代，短期内很难重现。香港政府必须寻找新的收入增长点，或者削减开支。在过去，香港政府的口袋里，每块钱中通常有 30%到40%直接或间接来自房地产。这就是为什么当楼市下跌时，政府会非常紧张，甚至不得不取消楼市限制措施，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政府还能不能发得出工资，修得起路。如果地产商不买地，股市成交量低迷，政府库房就会亏损，导致财政赤字。当政府没钱了，他会怎么做？政府可能会缩减基建工程，暂停修路修桥，这会导致建筑工人、土木工程师失业。如果削减公共开支，缩减学校拨款，老师将面临缩班杀校；如果缩减社福拨款，社工岗位会减少；如果冻结公务员招聘，铁饭碗也没了。结论就是，哪怕你是修桥的工人或者公立医院的护士，你的工资其实间接来自于地产商买地的钱和股民交易的税。在地产领域，从宏观层面来说，香港楼市长达20年的牛市逻辑已经崩塌。此次移民潮导致大量中产家庭卖楼套现离港，这导致二手盘源激增，压制了新房价格。留下的本地人预期悲观，转买为租。过去香港豪宅的部分买家是大陆富豪，如今随着大陆房地产危机和反腐环境导致富豪资产缩水，他们不仅不再买入，反而大量抛售香港物业以回笼资金救急，如许家印及其他暴雷房企老板的抵押品被拍卖。此外，香港发展商如长实新地等看清形势，采取深水炸弹式的低价策略清库存，如青海127以7年前的价格抛售。这种价格战直接击穿了二手房业主的心理防线，导致市场估值体系重塑。开发商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回笼资金，降低负债，而非拿地扩张。这意味着新开工项目锐减，建筑师、土木工程师、测量师、室内设计师等专业人士可能面临无工可开的局面。香港楼市在2025年依然在低位徘徊，中产阶级的财富大部分锁定在房产上。房价下跌会导致中产资产负债表衰退，消费意愿极低。香港的就业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产价格下跌导致的全社会信贷收缩。因为地产在香港不仅仅是居住属性，更是融资属性，很多中小企业主的融资就是靠抵押房产，一些看似和地产无关的贸易公司、物流公司、小工厂等，其背后的现金流往往依赖老板的房产抵押。一旦地产崩盘，这些中小企业会大面积倒闭，释放出大量的失业人口。
再来看下金融行业，香港金融市场本质上是离岸的中国市场，核心是融资中心，服务于外资投向中国或中资走向世界。但现在这个核心功能正在受阻，当国际资本由于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地方债等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产生疑虑时，作为代理人的香港首当其冲。美国养老金、捐赠基金等长线资金出于政治正确或避险考量，大幅降低对中国资产的配置。美国对华投资限制令等政治因素，使得美元基金减少在港活动。过去几年，大陆对互联网平台、房地产以及教培行业的强监管，如三道红线、反垄断等，导致这些公司赴港上市的意愿和能力锐减。在2025年，得益于宁德时代等巨无霸企业的上市，以及下半年 DeepSeek 时刻带来的 AI 科技股热潮，香港交易所重回了全球 IPO 集资额的榜首。但这恰好是一个宏观数据回暖有微观体感冰冷的经典表达。虽然 IPO 的总金额很大，但金融机构能赚到的利润却变薄了。现在撑起港股上市榜首的是国家队以及成熟制造业，这些企业极其强势，对投行有极强的议价能力，承销费率压得很低。结果就是交易所的报表虽然好看了，但投行和中介机构的奖金池并没有同步扩大。对于打工人来说，工作变多了，但挣的钱没多，甚至还在裁员，这是典型的赚吆喝不赚钱。香港金融圈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外资退、中资进的大换血。传统的华尔街投行因为地缘政治和美元资本对中概股兴趣减弱等因素，依然在缩减香港团队，特别是股权资本市场和销售交易部门。2025年的 IPO 大单主要由中资券商如中信、中金、华泰等主导，欧美资金在撤离，中东资金、家族办公室以及加密货币、Web3 领域的资金在流入，但这些目前尚无法替代欧美资金的体量。在了解了金融和地产对于香港的重要，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香港过于依赖金融地产导致的实体产业空心化。与深圳、新加坡相比，香港最大的结构性短板在于制造业的彻底空心化和科技产业的滞后。在发达国家与一线城市，这原本是支撑庞大中产阶级群体最核心的产业板块，但在香港的产业版图中却长期缺位。香港自80年代工厂北移后，并未像新加坡那样保留高端制造，如半导体、精密工程等。到90年代中期，香港本地制造业占 GDP 比重跌至个位数，如今更是仅剩约 1%， 这导致理工科毕业生面临严重的学非所用。大量的工程科研人才毕业后，为了生存不得不转行去卖保险、做金融销售或从事行政工作。这种技能与岗位的错配，是香港年轻人感到就业难、前途窄的核心原因。香港目前的科创产业尚在婴儿期，虽然政府大力推动 Web3 人工智能，但目前的科创生态更多停留在应用层或金融科技层面，缺乏像华为、比亚迪、腾讯这种能提供数万个研发和产品运营岗位的大型科技巨头。由于没有相关的实体产业支撑，香港目前根本无法吸纳在短短2年内大量涌入的数以10万计的高才优才。在经济下行、岗位存量减少的情况下，硕士、博士学历在求职市场上迅速贬值，内卷文化从内地传导至香港。过去几十年，地产金融的高回报导致资本和人才疯狂涌入这2个行业，这推高了地价和租金成本。高昂的租金和试错成本使得年轻人难以创业。新兴产业如剧本杀、特色手作、独立书店等，往往开业不久就被租金逼退。贸易与物流曾是香港就业的另一大支柱，但其结构性地位正在动摇。随着内地港口如深圳盐田、上海洋山的崛起，香港作为转口贸易港的中介功能被削弱。跨境电商如 Shine、Temu 的兴起，更是推动了从内地工厂直发全球的模式，绕过了香港的贸易代理。香港货柜码头吞吐量连年下跌，已跌出全球前10。随着全球供应链向东南亚、墨西哥转移，原本经由香港处理的中国出口订单流失，这导致香港的贸易跟单和供应链管理等传统中产岗位大量消失。香港就业人口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零售、餐饮、旅游和基础物流等服务业。这些行业的结构性问题在于，随着深圳及大湾区的服务业升级，香港传统的购物天堂优势不在，港人北上消费常态化，意味着本地服务业的需求永久性流失。虽然访港旅客数量回升，但大多是特种兵式旅游，内地游客不再热衷于在香港购买奢侈品，而是转向 City Walk 和深度体验。本地服务业面临萎缩，不得不通过裁员、动薪或聘请兼职来降低成本。
导致基层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大幅下降。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大量失业或转型的专业人士涌入保险经纪行业。虽然这在统计数据上算作就业，但实际上是一种隐形失业。保险业的高流失率和无底薪制度掩盖了真实就业市场的残酷性，而且并没有创造真正的生产性价值。针对香港的实体产业空心化，香港政府推出了北部都会区计划。香港北部都会区是香港特区政府于2021年提出的长远发展策略，旨在将香港北部临近深圳的边界建设成一个新的经济和宜居引擎。这是一个跨度长达20年的宏大计划，目前处于早期实施与土地平整阶段。新田科技城是北都的心脏，主打创科，预计2026年可提供首批创科用地。古洞北和汾岭北主打住宅，洪水桥和厦村定位为高端专业服务和物流枢纽。在政府的宏大叙事和设想里，北部都会区被视为香港除维港都会区之外的第二个经济引擎，其核心逻辑是产业带动和融入大湾区。香港长期依赖金融和地产，北部都会区预留了大量土地专门用于创新科技，这为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产业提供了实体落脚点，有助于香港实现南金融、北创科的新格局。尽管愿景美好，但北部都会区在当前经济环境下面临严峻挑战，甚至极大可能成为政府的财政负担。目前，香港财政储备已跌至约6800亿水平，而北部都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动辄数千亿，在高息环境下，发债成本增加，如果依靠卖地收入来覆盖成本，当前疲弱的楼市会导致地价收入远不及预期。目前，香港核心区、中环、湾仔以及九龙东的写字楼空置率已创历史新高。在现有商业区都填不满的情况下，企业是否有意愿搬迁到边境地区？如果招商引资，特别是吸引内地和海外科技巨头不顺利，新田科技城可能会面临有地无人的尴尬局面。总结来说，香港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旧引擎熄火、新引擎未热以及实业空心化的痛苦转型期。虽然政府在推进北部都会区，规划大量创科用地，旨在通过与深圳的协同，打造香港硅谷，摆脱对地产加金融的依赖，但这究竟是香港产业转型的机会，还是一个财务陷阱，目前还不好说。只能说这是一场大型的社会实验，还有待持续观察。